关键时刻，俄罗斯迎来了三大好消息。不仅中俄军事进一步联手，法国也同美国霸权离心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中声 Talk。截至目前为止，俄乌冲突已持续10个月之久了，战线持续拉长，消耗的不仅是俄罗斯的国力，折磨的还有乌克兰背后的一众西方国家。当外界还在猜测俄乌对抗是否会在今冬结束的时候，俄罗斯却在此关键时刻迎来了三大好消息。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俄罗斯迎来了哪三大好消息呢？第一个好消息，那是中俄军事合作更上了一层楼。据消息介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于近日参与了中国在东海海域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演习。从军演规模来看，中方一共派出了6艘舰艇，俄方也派出了诸如光荣级近卫导弹巡洋舰的瓦良格号在内的多艘舰艇参演。从军演目的来看，俄方称是为了加强中俄之间的海军合作，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未像往常一般强调不针对第三方。也就是说，中俄此次联合海上行动的震慑第三方意味较之以往更加浓厚。而且在当前国际大环境下，中俄宣布在东海举行联合军演，一方面预示着中俄战略合作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还体现出在反霸权的道路上，俄罗斯并不是孤军奋战。另一方面，也为中俄日后进行更深入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好消息，俄白两国加紧了合作，克服了西方制裁的负面影响。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3年亲赴白俄罗斯首都，与卢卡申科举行了会谈。要知道，白俄罗斯作为俄罗斯的重要盟友，同样被西方实施了多项制裁。为了挑拨俄白两国关系，西方媒体一直在渲染俄罗斯准备吞并白俄罗斯的消息。而在这一次会谈期间普京不仅澄清了这一谣言的不实，还同白俄罗斯加强了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要知道，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考验俄罗斯的不仅是军事力量，还有其经济实力。相信大家都明白，战争最是消耗一个国家财力的。虽然普京凭借着卢布结算令让西方的经济围困失效了，也让俄罗斯趁机大赚了一笔，但是随着国际能源价格逐渐趋于稳定，以及西方持续对乌克兰军援延长战线，俄罗斯单靠卖能源赚钱补贴前线已经不实际了。长此以往俄罗斯的经济迟早要面临更大的问题。所以普京此次与卢卡申科会谈，解决的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如今两国政府透露出加紧合作的信号，无疑能为俄罗斯恢复经济提供助力。第三个好消息，面对乌克兰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法国最近爆发了一场反对北约的集会。抗议者不仅呼吁法国政府要退出北约，还严厉谴责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甚至还有一些抗议者对欧盟表示出强烈不满。实际上不止法国，前段时间捷克也爆发了反对北约和欧盟的万人大游行。除此之外，英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也都出现了各种反对制裁俄罗斯的抗议游行。由此可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将对俄制裁当作正确的民主价值观，而且随着经济环境逐渐恶化，未来只怕会有更多的国家的民众决心同欧盟和北约对着干。当民众的反对之声日益强烈，假以时日，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国家的政府有可能会顺应民心，做出理智的选择。到了那时，美国想要让欧洲继续成为对抗俄罗斯的棋子，恐怕就难了。而这对俄罗斯来说可就是好事一桩了。综合以上种种来看，无论是中俄进一步军事联手敲打图谋不轨的域外势力，还是法国释放出同霸权离心的信号，都为俄罗斯突破西方围堵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从这一层面来看，的确是俄罗斯的大好消息。
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